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粉丝和程毅一样，小心翼翼地闯了很多祸，果然是粉随正主啦。要不怎么说程毅和果果们是最佳 CP 呢？他们真的一样的可爱，在台上的果果和程毅一样，小心翼翼地闯了很多祸，两人手忙脚乱的样子真的太好玩了吧。由果果被请到台上和程毅讲话，程毅看到上台来的果果，就想着和自家果果握个手，结果刚上台的果果不知道自家哥哥要和自己握手啊，想着见到程毅，为了表示尊重，先给程毅鞠个躬吧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果果的头水灵灵的放在了程毅的手上，笑死了，他用自己的头和程毅握了手。果果可能鞠躬的力度大了点，头撞到程毅的手上，差点没站稳，吓得程毅赶紧伸手去扶他。好不容易站稳了，结果手上话筒上的台标又掉了，热心市民程毅赶紧弯腰帮忙给捡起来，想要帮他安在话筒上，结果当然是没安上的。程毅和他家的果果真的都太可爱了，不过这个果果也算是不枉此行了，和程毅一起握了手，一起拍了照，还跟程毅说让他少穿老头衫，要是我的话，我觉得我的果生都圆满了。要说娱乐圈里最可爱的明星与粉丝组合，那必须是程毅和他的果果们。别人家的追星是风风火火、泼天富贵，而程毅家的追星却是小心翼翼、温柔谨慎，连闯祸都闯得软糯可爱。有人说粉随正主，果然不是没道理的。程毅那种既认真又害羞，既体贴又笨拙的气质，简直在果果们身上被完美复制了。果果是闯祸，笑声里的温柔与真诚。那天的活动现场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互动环节，主持人邀请几位幸运观众上台与程毅交流，本以为这不过是个简单的见面桥段，却没想到竟成了全场的名场面。果果一上台，小步挪动，眼神里全是紧张与喜悦。程毅看到他那一刻，笑意就爬上了眼角，那种笑温柔的像一阵风，轻轻吹散了所有的尴尬。他自然地伸出手，准备和粉丝握个手。然而这位上台的果果却没意识到哥哥要和我握手，他满脑子只想着第一次见程毅，要有礼貌，要表现好。句号。于是他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下一秒，画面就变得堪比综艺名场面，果果的头正好稳稳地磕在了程毅伸出的手上，整个现场爆发出一阵爆笑声。那一刻，程毅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变成担心，他立刻伸手去扶，生怕粉丝因为紧张没站稳。那画面就像哥哥在保护妹妹一样，既暖心又好笑。果果被程毅轻轻扶住后，脸红得几乎要滴血，嘴里还小声道歉。程毅却笑着摆摆手，轻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别紧张。”那种温柔的语气简直能把人融化。台下的粉丝们都笑成一片，这对活宝真是一个比一个笨拙。慌乱中的温情，果果和程毅的互助现场，以为尴尬就此结束，不，故事还没完。果果刚稳住脚跟，准备拿话筒说两句，没想到手一抖，话筒上的台标那块印着节目 logo 的小塑料片啪的一下掉在地上。全场寂静了2秒，随后程毅立刻反应过来，蹲下身子去捡。那一幕简直像慢动作回放，台上的聚光灯照在他弯下的身影上，整个人显得格外认真。他捡起台标，试图帮果果重新装回去，可偏偏这东西设计的复杂，卡扣松的不行。程毅小心翼翼地摆弄着，果果在旁边也慌得不行，两人就这么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好一会儿。程毅笑着说：“我来试试。”咦，这怎么卡不进去？果果忙着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”
结果两人越帮越乱，现场笑声不断。最后，主持人忍不住打趣道：“咱们这对组合是不是连舞台道具都被你们的笨拙感染了？”程毅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果果也笑着直点头。那一刻，台上的气氛轻松得像一场温柔的闹剧，没有偶像包袱，没有粉丝距离，只有真诚的笑与暖心的互动。粉随正主，果果们的温柔底色。说实话，这样的闯祸现场，要是换在别的明星身上，可能早就被调侃成黑料了。但偏偏程毅和果果就是能让所有人觉得温柔，觉得好笑，觉得治愈。这不是偶然。程毅的性格早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果果们。他做事认真，却总带着一点点笨拙的温柔；不擅长八面玲珑，却总想着让别人舒服。他讲话轻声慢语，却能让人安心。他面对粉丝，不是偶像与追随者的距离，而是朋友、家人的那种平等交流。久而久之，果果们也变成了这样的一群人。他们追星不是喧嚣的狂热，而是含蓄的陪伴；他们应援不是浮夸的声浪，而是秩序井然、安静有礼。程毅说过一句话：“粉丝是演员最好的镜子。”如今看来，果果们确实是他性格的延伸，温柔体贴，却也总在小心翼翼中闯出笑话。果果的追星哲学：温柔，不卑不亢。这位撞头果的小插曲，后来成了粉丝圈的经典段子。许多人拿他开玩笑，说他用脑袋和程毅握了手，但更多的人其实看见了那份纯粹，那种面对偶像时真诚到不知所措的可爱。而程毅的反应，更是把这件事变成了一段温暖的回忆。他没有因为小意外而尴尬，也没有摆出明星姿态，而是第一时间安慰、照顾、化解气氛。那种有教养的温柔，才是他一直被喜爱的原因。很多果果说，喜欢程毅不只是因为他帅，而是因为他真。这种真，不仅体现在演戏上，更在他对人的态度里。他不会刻意迎合，也不会假装高高在上，他把每一个粉丝都当成朋友，哪怕对方只是匆匆一面，他也会认真对待。也许这就是果果们如此像他的原因。他们也学会了那种温柔而不喧哗的爱，不去打扰，不去占有，只是在台下默默守护，在屏幕前轻轻笑。台上与台下，一种默契的双向奔赴。回到那个小插曲的最后一幕，果果终于稳稳地拿好话筒，对程毅说：“哥哥，以后少穿老头衫吧，我们都想看你穿年轻点的衣服。”全场哄笑，连程毅自己也笑出声，羞涩地点点头：“好好好，听你们的。”那一瞬间，所有的笑声里都有一点甜。这是粉丝与偶像之间最珍贵的互动，没有距离，没有粉饰，只有熟悉的温柔和可爱的笨拙。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。他温柔待你，你真诚回应；他一笑，你便整个世界都亮了。程毅与果果之间，不需要浮夸的修辞，也不靠刻意的营销，哪怕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闯祸瞬间，都能让人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与情感。那份温度，比任何盛大的应援都更打动人。小心翼翼的闯祸，也是一种温柔的勇敢。从头撞手的名场面，到话筒掉落的手忙脚乱，再到最后的温暖笑声，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可爱闹剧。程毅与果果就这样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留下了最真挚、最温柔的互动。有人说，程毅是娱乐圈里最温柔的演员，而果果们是他最温柔的镜像。他们都不完美，都会紧张，会出错，会小心翼翼地闯祸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拼凑出了最可爱的程毅式浪漫。果果们可以骄傲地说，我们确实是粉随正主。我们的小心翼翼，不是胆怯，而是深情。因为喜欢的人，也总是那样温柔又笨拙的，
认真生活着。在这个追星越来越浮躁的时代，程毅和他的果果们用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的闯祸，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温柔的力量。